明明茶饮赛道已经挤成红海，为啥偏偏只有蜜雪冰城、古茗、霸王茶姬这3家能杀出重围呢？过去1年，茶饮行业新开门店达到11.8万家，但同期倒闭的数量却达到惊人的15.7万家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在这种环境下，蜜雪却凭借27.18亿元的净利润拿下茶饮榜首，全球门店超5.3万家。古茗以16.3亿拿下第2，门店突破1万家，而霸王茶姬也以13亿元的利润排名第3。上市首日股价暴涨15.86%，会员数破2亿。可同样是茶饮赛道，为啥偏偏是这3家能在死亡赛道里活成巨头呢？咱们先来看看蜜雪。蜜雪冰城最早之前是一家西餐厅，里面既卖汉堡又卖炒菜。之后19岁的张洪超才发现，在河南老家商丘爆卖的刨冰，在郑州居然一家没有。于是张洪超引进刨冰，一下就成了当地的爆款。2008年开出第1家蜜雪冰城时，他大概也没算到这牌子未来会变成奶茶界的拼多多，产品均价6到8元。4元柠檬水，2元冰淇淋，卖了10几年不涨价。而2010年，浙江台州人王云安开出第1家古茗时，奶茶市场正流行粉末时代，他偏要反着来，主打现泡茶叶加新鲜水果，一杯杨枝甘露卖12，比当时均价还便宜4块，更是凭口感留住了顾客。之后，2017年霸王茶姬在昆明开业时，没人看好这个姗姗来迟的品牌。当时蜜雪已超万家店，喜茶正凭芝士奶盖封神，但创始人张俊杰踩准了2个风口：国潮和健康茶饮。霸王茶姬刚出道就不按常理出牌，把伯牙绝弦、贵妇兰香这类茶名做成了招牌来卖。而在茶饮界，一个品牌的死亡从来都是同质化导致，你卖珍珠奶茶我也卖，你家芝士奶盖我也跟风。但蜜雪、古茗、霸王茶姬这3家似乎早想明白了，与其在红海里拼杀，不如给自己走个专属赛道。比如蜜雪直接走了价格屠夫这条路，主打6到8块的高质评价，靠着5.3万家门店的体量，蜜雪把供应链成本压到极致，自建柠檬种植园，保证原料稳定，从巴西进口咖啡豆应对波动，5大生产基地年产能达165万吨。别人卖10元的柠檬水，蜜雪能做到4元还赚钱，因为它的原料成本比同行低30%，物流损耗率只有行业均值的1半。但蜜雪最聪明的一点还是打出2元冰淇淋引流、4元柠檬水总量、6元珍珠奶茶赚口碑的路子。这种定位让它在下沉市场几乎没对手。如果说蜜雪占了低价，霸王茶姬抢了国潮，那古茗就精准卡在了10到20元的中端鲜果茶的空白区。它在云南、海南等10多个产区建植采基地。2024年，光芒果就用了2万多吨。为解决鲜果保鲜难的问题，古茗还在全国建了20多个区域仓储中心，实现门店下单当日达。截止到今年6月底，古茗的营收上涨了41.2%，利润更是一口气暴涨了121.5%，成功跻身国内茶饮老2的位置。而霸王茶姬用国风加健康做差异化，它避开了喜茶、奈雪的大店重模式，主打20到30平的小店，却靠装修和产品成功吸引了消费者。截止到2024年年底，霸王茶姬6440家门店中，已经拥有1.77亿个会员，平均每家店有2.7万个回头客。2024年净利率达20.3%，比蜜雪还要高2.3个百分点。今年上半年，霸王茶姬似乎也遇到了瓶颈期，靠着伯牙绝弦和贵妇兰香爆火，但也因产品局限于这2款，被古茗狠狠碾压。截止到今年6月底，霸王茶姬营收同比上涨21.61%，达到67.25亿元，可净利润却只剩7.55亿元，降低了将近40%。即便霸王茶姬上市，股市也没好到哪里去，股价从41.8美元一路掉到了18.4美元。当然，这些产品的早期爆卖都离不开背后的供应链，3分靠产品，7分靠供应链。前期的古茗因为供应链受限，几乎在北方城市没有开出1家门店。等回过头来，蜜雪已经开出了4万多家，而这也跟古茗的鲜果茶有关。为此，他在华东、华南等核心市场建了20多个仓库更新，每个仓库都覆盖周边500公里以内的商家。而供应链这一点最有发言权的就是蜜雪冰城。与其说蜜雪是奶茶公司，不如说它是家食品制造企业。它186.6亿营收里，就有94.3%来自向加盟商卖原料和设备，而真正靠卖奶茶赚的钱少得可怜。不仅如此，蜜雪还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，包括奶、茶、糖等7大原料。这种自给自足的模式减少了中间赚差价的环节，也成就了蜜雪高质低价的蜜雪帝国。但霸王茶姬跟蜜雪和古茗相比，供应链方面就简单多了。霸王茶姬作为一家专攻原叶鲜奶茶，原料只有茶和奶，避开了鲜果茶的保鲜难题，因此搭建供应链难度直接降了1半。为把茶底做好，霸王茶姬深入云南、福建等20多个茶区，和优质茶厂签协议。2024年光原叶茶就买了1.3万吨。虽然说现在的蜜雪、古茗、霸王茶姬风光无限，但当年的 COCO、快乐柠檬是何等风光，如今也早就被甩在了身后。所以这3家巨头的下一关挑战一点也不少，尤其是霸王茶姬要想解决同质化问题，无疑是一大难关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能在62.5万家门店的厮杀中活成巨头，这3家的抗风险能力早已过了及格线。或许未来的奶茶江湖还会有新玩家，但至少现在蜜雪、古茗、霸王茶姬的三国杀还没到落幕的时候，而我们这些消费者只需要搬好小板凳，等着喝到更便宜、更好喝的奶茶就够。